11月10日中午的情报，现在他来了。第一条情报：哈马斯卡桑旅强硬发声，誓言绝不投降，将抵抗到底。11月9日，巴以冲突焦点持续落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。哈马斯下属卡桑旅放出狠话，身处以色列控制区的成员绝不投降。当天，以色列确认卡桑旅移交依据以军士兵遗体后，卡桑旅随即发表声明，言辞坚定，投降二字不在卡桑旅的词典里。他们强调，在以方控制区内行动属于自卫，以色列应对双方在拉法的冲突负全责。同时，卡桑旅将目光投向停火谈判斡旋方，直言斡旋方必须尽责，找到确保停火持续的方案，避免以色列找借口破坏停火协议。然而，作为斡旋方之一的埃及已经提议，哈马斯在拉法的剩余武装人员向埃方缴械，告知地道具体位置，以便拆毁作为交换。以色列允许他们安全离开。而如今，卡桑旅的表态无疑让加沙的和平协议再次蒙上一层阴霾。第二条情报：胡塞武装9日发出警告，如果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破裂，该组织将恢复袭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，同时并禁止以色列船只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航行。胡塞武装表示，他们正在密切地关注事态发展，其导弹部队已做好准备。第三条情报：当地时间11月9日晚，在美国联邦政府停摆40天之际，美国会参议院就结束政府停摆达成一致。同时，特朗普在返回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美国离结束停摆已经很近了。目前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结束政府停摆的临时拨款法案。该法案将为政府提供资金，直至2026年1月30日。第四条情报：泽连斯基在总统府公开接受采访时遇尴尬，采访刚开始时发生第一次停电，随后启动发电机恢复供电，之后电力再次中断。泽连斯基与记者的对话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继续进行。而有意思的是，泽连斯基面带微笑向记者解释称，这种停电在基辅乃至全国都是正常现象。此前，俄军对乌克兰的电厂进行了大规模摧毁空袭。乌克兰多数地区在11月10日实行全天限电措施。